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人死后第一站去哪里。这是千古以来人们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却也是大家基本上都解释不清楚的一个问题。关键就在于解释的人和听解释的人都还活着，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证伪的问题。但是今天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接近真相的答案。温馨提示一下，这个话题会影射人类世界各地区的主要文化，所以得按照一定的顺序介绍。最终的答案将在影片的最后揭晓，所以您呢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纵观现在人类，对于死亡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所谓的现代科学观点，另一派是传统的宗教文化观点。为什么说是所谓的现代科学呢？主要原因就是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的自我否定，也许100年前的科学在今天不过就是个笑话，所以在科学还没有到达终点的时候，科学只能称之为所谓的科学。由于现代科学的观点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暂且先搁置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还是宗教和文化的观点。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来世的概念，虽然意义上不完全一样，但总体上算得上是一类的观点。古埃及文化是西方最早有记载的信仰体系之一。简单的说，古埃及文化中，人的身体死亡后，灵魂会继续存在，灵魂会前去一个叫雅卢的地方。跟随人下葬的还有一本记载其生平的死亡之书。在去阴间的路上，会有妖魔鬼怪拦路设卡，而死亡之书会帮助死者过五关斩六将。而后灵魂要接受最终的考验，考验的办法是将死者的心跟一根羽毛放在一起称重，如果心比羽毛轻，就可以继续来世的旅程；如果心比羽毛重，灵魂就会被恶魔吞噬。古埃及文化中，人死后的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不仅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还要披荆斩棘，冲破重重的障碍。随着古埃及文化的陨落，这种人死后的观点也渐渐地被遗忘。在西方，古希腊文化粉墨登场，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我们来到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中有一个神仙叫做哈德斯，是希腊神话中最高神宙斯的哥哥。哈德斯统治着人死后的世界，也就是冥界，所以哈德斯也叫做冥王。太阳系中我们曾经听说的那颗大名鼎鼎的冥王星，就是使用的他的名字命名，可见哈德斯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而太阳系8大行星中的海王星，虽然用的是罗马神话中水神尼普顿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中文的翻译非常准确，没有叫水王星，而是叫海王星，因为波塞冬就是海中之王，他是宙斯的另一个哥哥。而天王星呢，用的是古希腊神话天空之神乌拉诺斯的名字，乌拉诺斯呢是宙斯的爷爷。您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吧，宙斯的哥哥爷爷都是星星，那宙斯代表哪颗星星呢？宙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当然对应的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木星。这些都是西洋占星术的概念。有点跑题了啊，我们还是说回来，冥王哈德斯。古希腊文化中，人死后灵魂与肉体分开，灵魂进入冥界，然后灵魂会被冥界的3个法官审判。圣洁的人会送到一个叫制服乐土的地方，那里呢有阳光、沙滩、森林、高山，反正就是很美很美吧。作恶的人会被送去一个叫塔尔塔罗斯的地方，那里的环境呢就非常的糟糕了，四周不仅有高墙，还有怪兽看守，反正呢是出不去了。
总结起来，就是人死后灵魂还有一段路要走，最后要被审判，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些基本上是早期西方人的生死观，而到了后期，西方人会有所改变，这个我们稍后会提到。现在让我们把眼光转回东方，相比西方人的生死观，东方为代表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影响下，人们认为生生死死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轮回，人死后灵魂会去到死神阎魔那里，阎魔传入华人世界就变成了人们熟悉的阎罗王。在阎魔那里，灵魂会受到3个判官的审查，希腊神话也是3个判官，而到了华人民间传说里加了一个判官，变成了4个判官。善良的人等待机会进入下一次的轮回重生，恶毒的人就会进入永死的地狱。在这个角度来说，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好像有一定的相似度，而希腊神话的时间早一些，印度文化的前半段审判接近希腊文化，后半段的轮回又明显不同。后来西方又兴起了人文主义哲学，也将轮回带入了他们的文化。柏拉图哲学中就有灵魂审判之后顺利通过的人各自选择轮回重生的阐述。在轮回中，人可以选择成为动物，动物也可以选择成为人。从这一点来看，后期的西方轮回文化与东方的轮回文化已经比较接近了，这与华人的民间信仰也比较类似。华人民间信仰也相信人死后肉体死去，而灵魂去到阴间，只要活着的时候不是罪大恶极，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有投胎转世的机会。而投胎转世后，前一世的记忆就不在了。华人文化中相信过奈何桥的时候要喝上一碗孟婆汤，然后就失忆了。希腊神话中相信人的灵魂经过忘川河时要喝一口河水，同样有失忆的效果。这一点东西方真的是惊人的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东方人过奈河的时候有一座桥，而且需要有专职的人员在那儿熬汤。西方文化里没有桥，但是有一个专职的摆渡人，灵魂需要乘坐摆渡人的船过河。其实世界上大部分轮回理论都比较接近，所以也客观地印证了人类单一起源的理论。因为东西方虽然相隔万里，却都有轮回转生的概念，而且基本上都有自然崇拜中的多神理论，有天神，有水神，有山神，当然也有死神。不过以上这些观点我个人都不认同，因为以上的各种宗教或者文化审判人灵魂的判官都是相对低阶的神祇，所以我无法确定他们的审判是否公平。而审判后的轮回转生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向往，因为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是痛苦的，那么何必还要有来世？如果人生是幸福的，那么这辈子也就够了。说完了东西方的文化，我们要说一说发源于世界中心的基督文化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文化才是真正解决了人死后的问题。基督文化不承认轮回转生的说法，认为人生就是一段单一的旅程，人在这世上只能走这么一次，人死后只有2个去处，一个是天堂，另一个就是地狱。基督文化给我们展示了人死后到天堂地狱中间的这么一段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基督文化中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世人，死去是可以再次复活的，而且复活之后的耶稣可以看得到，可以触摸得到，可以吃饭喝水，这些方面和没死的人是一样的。但复活之后的耶稣可以突然出现，也可以突然消失，这一点又和没死的人不一样。耶稣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死去到复活的全过程，而且还告诉世人，只要信他的都可以和他一样复活，并且永远的和他生活在一起，而不信他的会在地狱里受到永远的惩罚。
所以基督文化里的生死观是一种带着盼望的信仰。人们只要按照圣经的教导，遵行神的旨意，大概率死后还是会有一个美好的去处。基督文化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相同的是，圣经告诉世人，死后会有审判，审判会决定一个人的最终去处。相比其他文化中各种低阶神奇的判官，基督文化的判官就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文化的审判是具有公平和权威的。那么审判之前、人死之后这段时间，基督文化又是怎样阐述的呢？相比东方文化的奈何桥、西方文化的忘川河，基督文化并没有告诉我们要跨越一条河。传统的天主教认为，基督徒死后会去到一个叫做炼狱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可能全然的圣洁，要在炼狱之火中熬炼，直到灵魂最后的净化。不过这个观点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非基督徒怎么办呢？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机会去炼狱重新改造。天主教认为，非基督徒死后会去到一个叫灵伯狱的地方。灵伯狱的意思就是地狱的边缘，这个地方主要是给那些不能去天堂，也不至于下地狱，但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比如那种一辈子都是好人，却没有机会得到福音的人。另外呢，还有没来得及长大便夭折的婴儿等等吧。灵伯狱是仁慈的上帝给这些人一个折中的方案。听起来灵伯狱和炼狱的设置倒是有合理的一面，但问题是都没有圣经依据，所以基督新教对这种理论并不支持。基督新教的文化中认为，人死之后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乐园，另一个是阴间。基督新教相信，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人死后的灵魂需要一个地方等待，得救的人自然去到乐园里，等待天国的大门打开就可以进去了。但是恶人的灵魂又去哪里呢？给出的答案就是阴间。但是对于阴间也有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说法是，阴间也是分区域的，有需要不断受苦的区，还有相对舒服一点的等待区，两个区之间还有深渊隔开。不过到这里呢，应该很多人还有疑问，不管是乐园还是炼狱，冥界还是地府，到底都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都是等待最后审判的地方，而灵魂到这里到底要等待多长时间呢？接下来就是重点了。其实我们真正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样东西在我们死后就不存在了，而这个东西就是几千年以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使我们没办法看清死后的世界，也是这个东西让我们无法判断等待的日子到底怎样。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时间。因为我们的肉身困在时间轴里，我们只能在时间的枷锁里思考问题，而人死只是肉体的死。肉体与灵魂区别在于，肉体会随着时间衰老消失，而灵魂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灵魂不仅是不死的，也是可以脱离时间永恒的。当人死以后，灵魂与肉体就脱离了，肉体消失，灵魂脱离时间的控制，独立存在。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突然间晕倒，几天之后就突然苏醒，对于肉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经过了几天的时间，而对于灵魂来说只是一刹那而已。我们困在时间里的人会觉得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一直在等待着最后的审判。殊不知，灵魂并不在时间轴里。对于那些离开肉身的灵魂来说，时间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脑洞一下，其实人死后根本不存在第一站去哪里的问题。
对于时间轴里的人而言，也许死后很久很久以后，真正的末后才到来，最后的审判才开始。而对于单个的灵魂而言，其实前一秒死去，下一秒睁开眼睛的时候，审判就已经开始了。中间无论经历多长的时间，在灵魂里都等于零。基督文化里，人死后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阴间能给你重新补课。你这一世的作为已经决定了你将来的归宿。所以奉劝大家一句，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